前面几集呢，我一直在讲南岛语族，讲防风氏巨人，讲神秘的鸟崇拜。那铺垫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拼凑出一幅早已经破碎的拼图。越南史料记载呢，5000年前长江流域有一个曾经辉煌但已经消失的古国。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真实名字，但我发现，在长江流域呢，有一套共同的密码：鸟、獠牙、太阳。那这或许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文字。但是文明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在那群人懂得仰望天空、崇拜太阳神鸟之前，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征服脚下的泥泞。那这一集呢，让我们先把时光倒流回到4万年前的中国南方。我们总以为呢，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应该像野兽一样，蜷缩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瑟瑟发抖，听天由命。但在福建三明的万寿岩呢，考古发现狠狠地打了我们的脸。早在4万年前，这里的古人类，也就是后来的南岛语族的更早祖先，就已经是优秀的土木工程师了。那为了对抗南方极度潮湿的气候，他们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他们从洞外搬运了成吨的锐角碎石。那这不是普通的碎石啊，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石头是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尖锐的棱角朝上，能有效的隔绝地气。他们就是用这些碎石在洞穴里铺设了整整120平方米的架空地板。那这还不够，他们甚至在墙角挖出了排水沟，利用地势差把渗水引流到地底深处。请注意啊，这是旧石器时代，当北方的原始人还在冰原上追逐猛犸象、寻找避风港的时候，南方的万寿岩人已经开始追求居住品质了。那这种对水的治理能力，对居住环境的主动改造，或许就是后来良渚人能够修筑超级大坝的基因源头。南方文明的基建狂魔属性，原来早在4万年前的洞穴里就已经觉醒了。那么这些4万年前就懂得搞室内装修、铺设地板的福建先民，究竟长什么样呢？那其实他们的模样呢，和我在前2集讲到的齐河洞3号，还有远在陕北石峁遗址东城门下那些被当作祭品的头骨是惊人相似的。如果你穿越回去见到他们，你绝对不会把他错认成现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标准的古华南面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长着一颗狭长的脑袋，也就是长颅形。这不是猎奇啊，也不是什么外星人头骨，而是确确实实的人类演化特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我的第5集，那里详细讲述了石峁城墙下的长颅之谜。他们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圆脸和平下巴，相反，他们的眉骨突出，眼窝深邃，皮肤黝黑，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多网友看了我前几集齐河洞3号的复原图，在评论区惊呼：哇，这怎么看起来像非洲黑人，或者这不就是东南亚土著吗？没错啊，你的感觉是对的。这种长相呢，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确实已经很少见了。你现在要找到他们呢，你得一路向南，去太平洋深处，看看那些美拉尼西亚人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那这些在万寿岩铺石头的长颅人呢，就是后来那些驾着独木舟走向海洋的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从4万年前到1万年前，这张脸在福建的山林里几乎是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那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古华南人会有这种独特的长头颅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变异吗？那其实这不是畸形啊，这是大自然为了生存而写下的精妙算法。那第一啊，这是为了活命的散热器。在几万年前的南方呢，湿热难耐，狭长的头骨就像自行车运动员的流线型头盔，或者是电脑的散热片，最大化了头部的表面积，帮助大脑在高温下迅速散热。而北方的原始人呢，为了在冰天雪地里锁住热量，才把头进化成了表面积最小、保温效果最好的圆球形。这就是生物学上著名的艾伦法则，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证据。那第二呢，这是为了战斗的液压钳。古华南人的祖先呢，不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吃软饭哦，他们没有电饭煲，也没有炖汤啊，他们要撕咬生肉、咀嚼坚果，甚至用牙齿啃咬木头来制作工具。那这种高强度的撕咬练出了发达的头部肌肉，也就是太阳穴两边的颞肌。这2块肌肉极度发达，就像2道天然的液压钳，死死地夹住了头脑的2侧，限制了它变宽，那迫使脑袋只能向后生长。所以当你凝视一颗古老的长头骨时，请带着敬意，因为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在丛林中搏杀的热血猎人。而后来人类的头骨变圆呢，脸变平，其实标志着我们被自己驯化了，进入了安逸的喝粥时代，也就是农业文明的降临。
没错，水稻的出现啊，彻底改变了这群长路猎人的命运。这是一场长达数千年的驯化游戏。大家好，我是阿肥。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那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栽培稻的一个痕迹。那也就是说，12000年到14000年间呢，古华南人，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长头颅的古华南人呢，他们已经试着在这里栽培稻谷。那中国最早的稻谷痕迹啊，确实出现在12000年到14000年前的湖南道县和江西万年县。但那个时候呢，只是测试阶段，人们还住在山洞里，水稻只是他们打猎之余的零食，产量呢是低得可怜。哎，这还有一个洞，这身后发现一个洞，待会儿上去看一下。这里如果2万年前住，应该很舒服啊，可以躲避那些野兽，而且面前还是很平坦的，可以试着种一些野生稻。那真正正式版的爆发发生在距今11000年前的浙江上山文化，这里居住着同样是长头颅的两组先民祖先，他们做出了2个划时代的决定。第一，他们走出了山洞，来到了平原；第二，他们砍伐树木，打下木桩，建起了干栏式建筑。请记住，这种房子是为了防潮防虫而架空的建筑，后来成为了整个南岛语族乃至东南亚建筑的灵魂。那在上山呢，他们拿起了巨大的石磨盘，烧制了标志性的大口陶盆，这意味着他们终于让水稻变成了主食。虽然我们还没有测出上山人的 DNA 啊，但是从文化传承和体质特征来看呢，学界普遍认为他们就是后来欧伊基因人群，也就是百越南岛语族的直系族源。也就是说呢，两组人的老祖宗呢，在1万年前的浙江呢，真正点亮了种水稻和盖房子这2棵科技树。如果要对比的话呢，我觉得玉蟾岩的古华南人呢，他们就是在研究怎么种植水稻；然后在万寿岩的古华南人呢，就是在研究怎么住得更舒服，一个研究吃的，一个研究住的。最后研究出来怎么大规模种植水稻的呢，是浙江上山遗址发现的水稻，也就是浙江先民们在1万年前正式的进行了大规模的水稻栽培。那其实呢，水稻的栽培呢，彻底改变了古华南人的饮食结构。那他们的饮食结构一旦改变了，他们的头型也跟着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是靠很强的那个咬合力去撕咬那些肉类，他们现在不需要了。他们从吃肉改到吃粥、吃饭。那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那么强的咬合力了，那个头就慢慢的开始变圆了。那么他们的肌肉呢，也没有那么强了。当然，他们吃饱饭以后呢，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创作。那吃饱饭后呢，这群先民开始了更具野心的发明。时间来到了8000年前的萧山跨虎桥。那在这里呢，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别小看这个小小的独木舟啊，它是石器时代的航空母舰。它彻底改变了长江流域的交通格局，也为后来南岛语族驶向太平洋的伟大征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个独木舟的发明也是意义重大的，正是因为有它的出现呢，整个长江流域各个文化的交流呢，才得以更加快速和有效的进行。当浙江的上山人解决了吃饱的问题时，那在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人呢，则在做另外一件事。在湖南的丽水流域呢，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震撼世界的遗址——高庙文化。他们虽然也种水稻啊，但他们似乎更痴迷于艺术和通灵。他们用白色的泥土烧制出精美的白陶，这被公认为中国史前艺术的巅峰。那这不是随便的涂鸦啊，这是一套极为成熟，甚至带有恐惧感的图像体系。你看，仔细看这些线条，除了飞翔的凤鸟，还有狰狞的獠牙。今天呢，就是来到湖南高庙，跟8000年前的湖南人学习艺术。那你看身后的这个双曲颈白陶罐，上面的戳印纹呢，你说是现代做的都是不为过。线条非常稳定，而且就是很成熟，应该是一个很老练的艺术家。而且他很有想法，你看他的獠牙，他不仅还有獠牙，有鸟，还有一个天梯的设计，就是你可想而知，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高庙这一带呢，它是应该是相当发达的。
首先你必须要吃饱，因为它艺术创作的条件它其实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大家要吃饱了饭，然后有非常多的空余时间，而且生活非常舒适，没有战争，也没有野兽的侵扰。那这一系列下来呢，这么舒适的环境才能让他们有艺术创作的这种想法。这是一套强大的精神图腾系统，它就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在长江流域爆发了。这只来自湖南的凤凰开始向东飞翔，沿途征服了所有部落的心灵。7000年前的河姆渡，它变成了双鸟朝阳的象牙雕刻；5800年前的林家滩，它变成了胸怀8芒星的玉鹰。那到了5000年前的良渚呢，它达到了进化的终点。那只鸟呢，最终融合成了至高无上的神人兽面纹。那关于这个神徽呢，我在上一集也有详细的去讲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下。随后的几千年里啊，这两股力量在长江流域跨越千里，完成了一场伟大的联姻。浙江的稻米技术，再加上湖南的獠牙凤鸟，那这场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在长江流域孕育出繁星点点的部落。这些部落虽然各自独立，但他们吃着同样的大米，拜着同样的神鸟，他们组成了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庞大文化联邦。那我姑且称它为鸟国。那如果这个庞大的鸟国真的存在啊，它叫什么名字呢？如中国的历史文献这一页似乎被撕掉了，但在邻近的区域呢，我竟然找到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越南的古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越南的始祖洪庞氏约在5000年前建立了一个文朗国。你听听他对这个疆域的描述：东临南海，西接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达猢狲之地。北至洞庭湖啊，这意味着传说中的文朗国呢，是几乎覆盖了整个长江以南。而他们的首领呢，被称为洛王。请看这个洛字，在《说文解字》中啊，它的本意就是一种黑色的水鸟，祭旗。那甚至洛阳的洛呢，在古时候也是用这个洛。那换句话说呢，所谓的洛王翻译过来就是鸟王。这绝不是巧合啊，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以鸟为核心的政治称号。那更有趣的是啊，文朗国在史书中还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别名——赤鬼国。赤鬼，红色的鬼，很可能描述的就是一种特殊的习俗。在神圣的仪式中呢，他们喜欢用赤铁矿粉将面部涂成鲜红色，红脸、玉冠、鸟图腾。这套形象啊，是否也让你联想到日本最早的损人啊？这我在前几集也专门讲过损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一下。那这恰恰证明了所谓的鸟国并非单一的王，而是一个以共同信仰维系的超级部落联盟。到了5500年前的良渚时期啊，这一文明形态到达了巅峰。这时命运的分岔路口出现了。一批继承了鸟国基因的先民呢，驾驶着独木舟驶向了太平洋深处。他们成为了第二批登陆台湾的人群，也就是南岛语族的直系祖先，并将鸟国的种子撒向了整个太平洋。而另一批人呢，则留了下来，他们耗尽国力，着手建造那座史无前例的良渚古城。然而留下来的人呢，并不知道，就在他们享受繁荣、祭祀神鸟的时候，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崇拜龙的强大族群正悄声无息地壮大着。鸟与龙的第一次碰撞即将发生，这将是鸟国建国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毁灭性战争。下集我们将继续讲述鸟国战争的前夜。我是阿斐，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我们下期见。